练太极拳最让人苦恼的就是那一大堆的规矩和标准了。每个动作都有无数的讲究和用法，而且每个人的标准还不一样，相互间你对我错，官司不断。如果你为了迎合别人的眼光去练拳，就永远没有正确。无论你自以为打得有多标准，都会有人找出你的毛病。因为拳架外形千变万化，手足腰身高低短长，讲究起来没有止境。执着这些外形规矩和标准，就会陷入无尽的矛盾和迷惑之中，不但复杂，更是毫无意义。比如对于手的标准，有句话叫高不过眉，低不过齐。初期训练，为了避免手脚乱动，用这个规矩约束下手脚是对的。但如果已经身心一整了，还要抱着这个规矩不放，那就是作茧自缚了。很多人一看到这样的动作，就忍不住要怼几句了。一看就不懂拳，手都高过眉毛了，谁教你的拳？生活中，高过眉毛、低过腰腹的行为太多了。如果你练到不敢高抬低按，那就麻烦了，说明练出一身的刻板。规矩就像矫正树苗的绳子，刚开始是有用的，但树长成了，还绑着绳子，就变成了束缚。如何走出这繁杂的迷宫呢？我们看下孙禄堂的这句话：以修内劲为宗，不求其意之行，惊人之事，则修习之法必能简约。意思就是，如果太极以修习内劲为目的，不追求外在的形式，那么修习的方法必然会很简单。为什么以修内劲为宗就会简单呢？下面我就重点讲清这个问题。拳论里有句话叫气遍周身不烧滞，这句话跟修内劲有什么关系呢？前面讲过，气遍周身就是整劲的状态，但如何做到气遍周身实现内劲呢？大家注意后面这三个字，不烧滞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周身没有僵滞的地方，自然就会气遍周身，能气遍周身，自然就有了内劲。这就是老子的无为达无不为的思想。也就是说，你无需直接找气找劲，只要身心无滞，气和劲自然就升起来了。因为无滞就畅达，畅达就周身一气，周身一气就会充满活力和劲道。所以我们练内劲的重点就是化僵为柔，周身不滞。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简单了，在练拳时只需关注一点就足够了，就是你的一举一动有没有僵滞。身体的僵滞就像这水管上关闭的水闸，阻断了水的流动。你松开了这些开关，水就流畅了，水到之处就会充满生机。由于多年的积习，我们的身体内外到处都是这种僵紧生锈的闸门，阻断了气血的流畅，让身体变得僵硬笨拙，失去活力。为什么刚学太极的人一动就浑身酸疼呢？就是因为这一身的僵滞。如何通过太极的动作化僵为柔呢？我们看一下这个起势动作，周身放松，心平气和地站好，进入身心平衡的整劲状态。现在我转移重心到右腿，左虚腿开步，脚尖落地，再脚跟落地，重心转到两腿间。大家看到有什么问题了吗？从重心右移开始，开左脚，脚尖点地，脚跟落地，做这一系列动作时，右腿就这么硬撑着整个上半身的重量。这一刻，整条腿的肌肉都是紧绷着的，是死时僵滞的，气遍周身的状态瞬间就消失了，这就是丢劲了。大家知道，太极套路中每个动作都是在虚实转换中运行的。如果你一开始
就这样紧绷着实腿去打拳，后面就不用看了，实腿一定都是僵着紧绷的，那就意味着你整个套路的动作都是丢尽的。尽管你练了多年，实腿的肌肉特别的有力了，但那都是僵滞死时的着力，好像挺有功夫，实际是破坏了周身一气的整劲，这就是非自然的奇异之行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动作，不仔细看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区别，但实际上有着本质的区别。你看，当重心转到实腿的时候，实腿胯根有个下沉的小动作，同时胯根还有略向左转的小动作。脚跟落地后，实腿胯根还有个右转归正的小动作。大家注意一下，整个动作实腿胯关节一直是在转动的，实腿肌肉关节都是活的，是连绵不断的传动的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都没有破坏周身一气的整劲状态。通过这个动作的比较，我们就会懂得，以外形为宗，就觉知不到内在的僵劲。为了做出奇异之行、惊人之事，而用肌肉的紧绷控制身体；而以内劲为宗，就不会在意外形是否好看，只是专注内在是否平和，小心呵护整劲的状态不被破坏，不会允许僵滞发生。这样我们练拳的目的也就变得简单、清晰、单纯了。只需保持觉知，训练不紧、不僵、不拧、不憋、不服的能力就可以了。比如这个动作，我们一转身就体会下，肩胸是不是较劲了，实腿是不是紧绷了，胯是不是锈蚀不活了，后背的肌肉有没有拧扯呀，腰腹是不是僵紧了，心气是不是浮躁了。如果有，那就反复琢磨，反复觉知训练，琢磨不出来，再回顾下那些规矩当中蕴含的经验和智慧。这时候你会豁然发现，原来那些规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都是引导你走向松活不滞的。你在这些规矩和经验的启发下，不断的化僵为柔，直到做这个动作时没有了僵紧、憋闷、浮乱，等自如顺遂无滞了，周身一气，内劲也就自然都出来了。随之而来的还有灵动、疗愈、精充气足神旺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不求奇异惊人的外形，以修内劲为宗，就不必在意任何人的眼光，因为没有人能看清你自己的内在感受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，更不用在规矩和标准里打转转。需要了就拿来，不需要了就放下。拳路中只要不滞，一切都会自然展现。只有这样，太极拳才能锤炼出一个活灵活现的自己，才会更有价值。